她是女打星中少见的练武出身，曾拜师高人学艺，精通6大派系武术，曾连续5年获得空手道世界冠军，纪录保持至今无人打破，被称为史上最强女打仔。她也是最强功夫女王，格斗能力强的不可思议，是大佬洪金宝的心腹爱将，曾和拳王周比利激战不落下风，与功夫女皇杨紫琼相互争锋。曾是杨紫琼的最强竞争者，风头一度压过杨紫琼。她也是美国武术类杂志第一个女性封面人物，开创了历史先河，几乎所有的顶级刊物都为她折服，影响力不容小觑。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香港动作电影风靡全球，掀起一股动作电影的热潮。好身手的男打星比比皆是，但武打女星却是十分稀少。除了我们熟悉的杨紫琼、胡慧中等以外，还有一位外籍女打星也有着出色的表现，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罗弗洛。罗弗洛原名辛西亚·罗斯洛克，香港翻译成罗弗洛。1957年出生于美国功夫片演员。1970年，由功夫巨星李小龙等人掀起了香港动作片热潮，席卷全球。年仅13岁的罗弗洛为之深深着迷，在心中种下了一颗功夫梦的种子，下定决心开始学习功夫。最早是在唐人街跟一位老武师学习的唐手道。罗弗洛在武术一道上非常有天赋，很快便将唐手道学得有模有样，也为他之后成为武打女星奠定了基础。为了更好地学习武术，领略中国功夫的精髓，罗弗洛还专程到中国成都体育学院系统地学习武术。他还曾专门拜师武术名家。学武的天赋加上后天努力，罗弗洛刀枪剑棍样样精通。同时，他还擅长多种国术拳法，在跆拳道、空手道、搏击以及中国武术等6大派系功夫中都拿到过高段位。高段位也就是黑带。说实话，能兼并这么多武术派系并且都精通，真的是常人难以企及呀。并从1981到1985年连续5年赢得世界空手道套路组和器械组冠军。比赛是男女同组，他的记录至今都无人能够打破，恐怖的天赋可见一斑，也在世界武术界闯出了不小的名声。她也成为美国武术类杂志的第一个女性封面人物，开创了美国历史的先河。几乎所有顶级刊物都有对她的采访录，无一不被她传奇的经历折服。她也因此有着不小的影响力。当罗弗洛在赛场上所向披靡之际，大洋彼岸的德宝公司正在筹拍一部叫《皇家师姐》的动作电影。当时，洪金宝在德宝公司效力，负责全权组建皇家师姐剧组。说到这里，有些冷知识值得一提。功夫女皇杨紫琼是德宝电影的老板娘，她的前夫就是德宝电影的大老板潘迪生。潘迪生是香港零售大王，是做手表和珠宝生意起家的，实力也就不言而喻了。德宝电影是1984年创建，1992年结业。杨紫琼和潘迪生则是1984年相识，1988年结婚，1991年底离婚。所以，德宝电影8年的辉煌，杨紫琼和潘迪生的恋情其实是一个故事，对，就是一掷千金为美人的故事。1984年，大佬洪金宝和奇谋妙计五福星的卷毛及联合创办了德宝公司。同年，杨紫琼成为马来西亚全美冠军，与周润发、成龙拍摄手表广告后，加盟德宝电影，正式出道。之后，杨紫琼出演了处女作《猫头鹰与小飞象》。接着，杨紫琼加入洪家班，磨练了半年武功。1985年，在《皇家师姐》中首次出演女主角，获得金像奖提名，在香港影坛一炮而红。而此时的德宝公司已经被潘迪生收购，没错，就是为了能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为了能博得美人一笑。甚至在1985年邵氏影业宣布破产后，邵氏院线被德宝电影全盘接手。而德宝能有如此大手笔，皆是因为潘迪生。1988年，杨紫琼和潘迪生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婚后就正式息影，过上豪门富太生活。好了，咱们回归正题，接着聊罗弗洛。一开始，制作人洪金宝本想找个外国男打星来和女主角杨紫琼打对手戏，但遭到了公司大老板潘迪生的强烈反对。没错，就是吃醋，大家懂的都懂。无奈，洪金宝改变了剧本安排，开始物色合适的女打星参演。当他偶然看到罗弗洛的比赛录像时，洪金宝灵机一动，就她了。他果断把这个角色改成女性，人设也从反派变成正派，并找人邀请罗弗洛来港出演。就这样，罗弗洛阴差阳错地踏入了演艺圈。不过也正合他意，圆了小时候的武术梦。罗弗洛饰演了《皇家师姐1》中的凯莉警官，跟功夫女皇杨紫琼同合作。影片里，他演示的棍法凶狠快速，劲道十足，比起国内某些武术运动员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绝不会仅给人以花哨之感，令他当时的搭档杨紫琼都黯然失色。他在片中英姿飒爽，容貌俊美，加上打戏也凌厉凶狠，干净利落，就连当时的制作人洪金宝也不住夸赞。甚至小编在刚这部电影时还以为是双主角，但其实罗弗洛只是配角，只是表现得太过出色，甚至还一度抢过了主角杨紫琼的风头。这部影片播出后好评如潮，杨紫琼和罗弗洛两人也开始大火，在业内小有名气，两人也被称为警界双珠、最美霸王花。
而也是得益于首部作品《皇家师姐》的成功，罗弗洛迅速在香港打开了知名度，各种资源角色倾泻而来。罗弗洛本人也被洪金宝收入麾下，加入了洪家班。当时导演也都向罗弗洛伸出了橄榄枝，像王晶、成龙、袁奎等人都邀请罗弗洛出演过电影。讲真的，其实那时期的动作女星也不在少数，但大多是半路和尚，没有几个练武出身。小编记得，除了罗弗洛外，也就是大岛由佳丽和西胁美智子了。可惜这3位女星后期发展轨迹几乎一模一样。好了，咱们回归正题。罗弗洛大火后出演了不少动作片，其中比较出名的电影除了《皇家师姐1》之外，还有《富贵列车》《霸王花》《妙探双龙》《执法先锋》等。在《富贵列车》中，罗弗洛与洪金宝的对打可以说是比较出彩的。罗弗洛以腿弓见长，打得洪金宝连连后退，最后洪金宝的主角光环加上怒气暴涨，才把罗弗洛反打到地下。在《霸王花》中和胡慧中合作饰演女警长，成功制服匪徒，霸王花一战成名。在《妙探双龙》中和关秀梅、汤镇业合作饰演女干探 Cindy， 在《执法先锋》中和袁奎、袁彪、樊少皇合作饰演杨师姐 Cindy C， 和袁奎合作展开一系列大战。罗弗洛在香港的几年出演了还是不少的影片的，不过打法比较狠，再加上是外籍，所以很多片子都是反派。不过即使出演的大都是反派，也遮盖不住他那耀眼的光芒。他矫健的身手和拳拳到肉的打戏也征服了不少影迷，也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功夫女王。讲道理，个人感觉论能力，他是不逊色杨紫琼的。之所以没和杨紫琼一样加冕正功夫女皇，还是运气和能量的差距。毕竟在当时的香港，可以算得上是杨紫琼最大的竞争者了。有些人说女打星再强也就那样，都是剧情衬托出来的。但在当时的香港电影节有一个不成文的常识，只要是世界格斗冠军出身的武打演员，战斗力就肯定不是盖的，这是有先例的。比如拳王周比利，那是什么人物？世界拳击比赛冠军，一生未曾被 KO， 打断李连杰胳膊，一脚踹飞吴京5米的主。可见这冠军的含金量。罗弗洛这5届的空手道世界冠军，那自然是不用说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罗弗洛和周比利也曾在师姐大赛中有过精彩的对打戏码。我们再聊一下罗弗洛的感情生活。相较于风风火火的事业，罗弗洛的感情事一向低调。根据资料显示，他在21岁那年曾与功夫教练结婚，并育有1女，可惜最后分手收场。分手后来港发展的罗弗洛，曾恋上洪家班成员之一的孟海。这个孟海，相信爱看港片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了。他原来是林正英的师弟，后来的电视剧《僵尸道长2》里，他还饰演过林正英的徒弟。他们2个之所以会认识，也是因为拍摄武打作品。在工作中，孟海给了他特别多的指导，2个人一来二往，逐渐产生了感情。据了解，当初孟海还专门为女友打造了这部师姐大赛的电影。只不过因为当时的功夫片热度已经下滑，盛行喜剧片，这部电影推出后也没有多大的浪花。1992年左右，随着香港动作片的热情减退，动作演员也不再吃香，罗弗洛也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香港，逐渐地离开了人们的视线。随着罗弗洛回家乡发展，他与孟海也就渐渐断了联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罗弗洛对香港的感情很深，以至于他一度拥有美国和当时的香港的双重国籍。回归美国后，他一直活跃在 B 级动作片一线，每年都有新作推出，称他为功夫女王是毫不为过。罗弗洛如今已经66岁了，在旧金山市开馆摄徒，外国通讯社还特别为他拍摄专辑，介绍过其人的武功。在当地，罗弗洛颇具知名度，如今过着惬意的晚年生活。我们也祝罗弗洛能够越来越好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喜欢的人物或者明星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评论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